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个最近粉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关于星铁的后续规划，包括这个新角色跟老角色复刻应该怎么抽。这是一个铁血强度党的抽卡建议，叉 B 党的话就想抽谁抽谁啊，无所谓。首先呢，就是有关于复刻角色到底要不要抽。众所周知，星铁呢已经1周年了，如果是从开服版本过来的人，那我们也知道啊，这个 C 呢已经经历过好几轮的迭代了。最大的辅助，流水的 C 啊，确实是流水的 C 啊。现在皇权一出来，直接杀死所有 PVP， 明年也别吵谁厉害了啊，哎，没了。我为逝者哀哭，怒雨终将落下。所以 C 要是复刻的话啊，我肯定就不太推荐大家去抽了。至于辅助呢，我也推荐你抽星不抽旧。但是辅助相对来说会保值一点，毕竟我说你开服版本的同学角色啊，现在呢也是可以用的。开服版本的罗刹第一个阿克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日的辉煌。从强度上来看啊，确实抽不抽都可以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加拉赫？老猛了，高抵抗，能解控，而且还是被动奶，60多级的加拉赫，一口2块钱。之前的4星奶哪有这种水准啊？完全没有的好吧？所以我们来看啊，这些复刻角色，除非呢你是特别的刚需，不然真没啥必要再去抽了。后边出了一个比一个强，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其实现在是有点淡化命途定位的这种感觉的。之前我们还觉得神户一定是盾，丰饶一定是奶，巨无呢肯定是辅助，那现在不一定了，巨无也可以 C， 那未来丰饶是不是也可以 C 呢？我不知道。之前我们知道这队伍里边必须带一个生存位嘛，以后也会出现这种又能奶又能拐，所以说配对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新的变化。这么一看的话，老角色明显机制就有点落后了。再加上星铁呢一个版本是2位限定角色，所以说以后新出的角色还越来越多，可能他们的定位呢也会五花八门的啊。你要是不做规划啊，石头肯定是不够用的。那在这个石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，再去抽一些机制明显落后的老角色，我是不太推荐的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平时强度够，头回去随便过，那你想抽谁就抽谁，不然呢你辛辛苦苦攒的这些票抽出来之后又当仓拐，感觉就挺可惜的。当然，玩这款游戏叉 B 的永远是最赚的。而且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星铁现在呢也有推出来一些其他模式啊，让老角色有发光的地方，比如说像虚构叙事，哪怕是我们用克拉拉、基子、黑塔这种，在里边呢也都有不错的表现。然后呢，就是新角色方面，我其实是非常不推荐大家梭哈某个角色的。如果说是一个6+1，那其实就是8个金啊，全是大宝底。主 C 的话，最多也就2+1，这个强度就已经够了。6命能就是大核爆，氪老的玩具啊，大部分玩家都不适用。你留着氪它这个满的石头，多抽一些角色，那不更好吗？如果说是 C 的话，最好还是有一个专武比较好的。那如果说是辅助或者说是奶，抽不抽专武就不是很重要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复选没有专武不能玩，放屁！哪个辅助没有专武不能玩的？只能说有专武，它可能更强一点。我他妈浮悬没有专武，生存压力最好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呢，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强度焦虑。实在不行，那个东西咱就不打了，少拿点石头又能怎样呢？毕竟啊，游戏就只是游戏，千万不要为了游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。OK，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最后呢，还是要祝愿大家和欧气满满，一发10点，想要的角色全都到手。